好呀，今天我们聊个超有趣的国家——澳大利亚。澳大利亚小名澳洲，国土面积约770万平方公里，世界第6大国，差不多相当于整个欧洲的3/4。但人口呢只有2700万，还不到德国一个的1/3，典型的地广人稀。从太空上看呀，它特别显眼，国土覆盖了一整个大陆啊，全世界啊也就它一个了。四面环海，东边太平洋，西南边是印度洋，谁也不挨着，活脱脱一个巨型岛屿，孤存于茫茫大洋之中。同时，澳大利亚位于南半球，四季呢刚好和北半球反过来。你在北方的鹅毛大雪中瑟瑟发抖，我在南方的艳阳天里冲浪晒太阳，巴适。而且南回归线正好横穿澳大利亚，线的北边属于热带，南边属于温带，中间有一大块地儿啊是在南纬的20度到30度之间，常年受副热带高压的控制啊，降水极少。再加上东部啊有一排南北走向的山岭，叫大分水岭，就像一堵墙。东边太平洋的湿风吹不进内陆，西边印度洋的风啊又不给力，吹不透内陆，导致啊澳大利亚虽然四面临海，但雨水呢都主要落在了沿海地区，内陆呢则形成了多达340万平方公里的沙漠和半沙漠，占掉了国土的近一半。阳光充足，但极度干旱。从地球上看呀，澳大利亚是第3大黄色地带，仅次于撒哈拉沙漠和亚洲东西部。地形上东西高，中部低，形成3个地形区域：绿色的东部山地，发黄的中部平原和发红的西部高原。东部山地啊，也就是东部沿海地带，冬季不冷，夏季不热，气候湿润，资源丰富，生态系统还多样。从悉尼、墨尔本到布里斯班，个个都风景美，经济还强。大家知道，澳大利亚的羊毛出口啊，在过去的近200年一直霸榜世界第一。哎，那你猜猜，澳洲历史上的第一只羊是在哪儿登陆的？悉尼。1788年1月26日，也就是现在的澳大利亚日，英国菲利普总督带着他的第1舰队登陆悉尼湾，顺手还带了29头欧洲绵羊，于是澳洲大陆上才第一次有了羊。但这些欧洲羊来了澳洲啊，各种水土不服，活不下来，最后没办法，只好宰了吃。1797年，新南威尔士保卫队中尉约翰·麦克阿瑟登场了。阿瑟眼光毒辣，还极具商业头脑。他在澳洲引进了世界品种——西班牙的 Merino 羊。别看这羊在英国那边湿漉漉的环境里动不动就烂脚，到了澳洲一竿治百病。再加上澳洲东部天然牧草丰富，阳光充足，温度适宜，水质还带矿，这 Merino 羊一下找到了天堂，在这片土地上开始快速繁衍。1801年啊，阿瑟和一位船员决斗，被送回英国军事法庭审判，但他趁机啊也带了羊毛样品，抓住机会一举说服了国务大臣卡姆登伯爵。大人，澳洲这地儿养羊一定能赚，咱得投。于是呢，英国政府火速批下来，赏地1万英亩，送人30名罪犯，让阿瑟啊回去好好放羊。从这一刻起啊，澳大利亚的羊毛帝国开始扬帆起航。当时呢，也刚好赶上好时候。19世纪啊，英国的工业革命如火如荼，毛纺业迅速发展，对高品质细羊毛的需求也水涨船高。而作为英国啊当时的殖民地啊，澳洲正好有大片的土地，特适合养羊。于是啊，养羊业开始迅速发展，羊毛顺势成为澳大利亚的出口龙头。1810年，澳大利亚出口羊毛167磅，1821年增长了1000倍，达到17.5万磅。1830年突破200万磅，1849年又猛增至500万磅，约占英国进口羊毛总量的一半。19世纪中期以后呀，澳大利亚不断改良品种，养羊业也发展更快。到了20世纪90年代啊，羊毛产量达到巅峰，年产110万吨，约占全球总产量的1/3，位于世界第一。虽然2000年以后啊，由于气候干旱、产量下降、成本上升等因素，澳大利亚羊毛业开始萎缩，但澳大利亚的 Merino 羊毛啊，仍以其高品质享誉世界。尤其是细度啊在22微米以下的细织 Merino 羊毛，占据全球供应量的80%到90%。这种羊毛天然细腻，弹性十足，还拥有成熟的可追溯体系，来确保每一根羊毛的品质。
所以在全球高端服装面料领域极具影响力。Victoria Beckham 的针织系列， Burberry 的经典风衣， Zegna 的高端西装， Prada Linea Rossa Merino 制服系列，可以说澳大利亚把它22微米的羊毛纤维成功的渗透到了各大奢侈品牌的肌理里。你看这营销能力 ，nice。所以澳大利亚靠撸羊毛在近2个世纪被誉为骑在羊背上的国家，绝对实至名归。其实19世纪中期以后，澳大利亚的养羊业能迅速发展，还得益于一种矿——黄金。早在1823年，测量员麦贝利恩在巴瑟斯特以东的鱼河里发现了金矿。随后斯特勒里基和克拉克也分别在西南威尔士发现了金矿。但是呢，政府为了保密，并没有公开这些消息。真正引发澳大利亚淘金热的是一位叫哈格雷夫斯的英国人，他曾在加利福尼亚淘金，积累了丰富的经验。1851年1月，哈格在距悉尼100英里的巴瑟斯特附近的山谷勘察，终于在一条河里发现了金块。接着又有人在离墨尔本不到100英里的2个地方也发现了金沙，而且这些金沙不像加利福尼亚那样埋在硬石块里，而是散落在冲积河床里，简直是唾手可得。这下哈格可激动坏了，立刻把自己的发现写成报告，火速寄给了当时的殖民区政府秘书汤姆森。1851年的5月，汤姆森也很给力直接把消息登在悉尼先驱晨报的头版头条。结果可想而知，一夜之间全澳洲炸锅，欧洲和世界各地的淘金者也跟着蜂拥而至。澳洲历史上第一次真正的淘金热就这么被点燃了。你看，1851年到1861年，澳洲的黄金产量占到了同期全球总产量的40%，价值高达1.24亿英镑。世界上一半的黄金是在这块地儿挖出来的。其中维多利亚殖民区是妥妥的 C 位担当。1851到1860年的产出黄金超过1000吨，价值1.1亿英镑。所以说，黄金不仅为澳大利亚增加了巨额的财富和人口，还快速拉动了当时殖民地经济的发展。你比如说像采矿业、制造业、交通运输、金融业，特别是我们上边提到的畜牧业。新南威尔士、巴瑟斯特、本尼戈和巴拉拉特，你是不是以为金矿都藏在东部山区那一片？那咱们放上整张藏金图，哇哦！澳大利亚简直是遍地黄金耶，但密密麻麻最集中的还在西部高原这一块。这就是世界上赫赫有名的伊尔加恩克拉通。澳洲的西部高原约占国土面积的2/3，地质古老，气候干旱，除了大片沙漠还有这2大超过30亿年的大陆基岩——伊尔加恩克拉通和皮尔巴拉克拉通。根据政府官网数据这2个克拉通累积了澳大利亚近1半的黄金储量，90%的镍储量和几乎所有的锂储量，以及其他大量的矿产资源，妥妥的国宝级矿藏。如果放眼全国，澳大利亚的各种矿藏多达80多种，其中22种资源的可开采量跻身世界前5，而黄金、铁矿、铅、镍、金红石、铀、锌和锆石这8种关键商品更是高居全球第一。这些资源可不像它表面那样看起来平平无奇。小林给大家举一个例子，比如呢，像以比亚迪和特斯拉为代表的电动汽车，你知道它的蓄电池的核心成分是什么吗？就是锂和镍。澳大利亚的锂资源占全球近30%，世界第2；镍资源约1/4，世界第1。根据 Statista 在2021年的估计澳大利亚天然资源总价值约20万亿美元，仅次于俄、美、沙特、加等能源大国，位于全球第8。但在同级别国家中澳大利亚人口最少，资源多元化程度最高。所以你看，澳大利亚这片土地有多富饶，连它的国歌里也唱。Australians, all let us rejoice, for we are one and free, with golden soil and wealth for toil. Our home is good by sea. Our land abounds in nature's gifts of beauty, rich and rare. In history's page, let every state advance a
自豪之情啊溢于言表。这么巨额的地下财富啊，澳大利亚的采矿变现能力也是相当给力。根据政府官网的最新数据，2023年呀，铁矿加煤加天然气加金4项就占出口总额的51%，而前一年2022年呢达到57%，2021年呢达到56%，稳占出口总额的一半以上。如果我们把时间线拉长到20年啊，资源的出口额呀也常年保持在2000亿澳元以上，还在2022至2023年啊创下了4600亿澳元的历史记录。而这笔意外的超额收入啊，直接使联邦预算在15年来首次摆脱赤字，并促使联邦政府啊这一财年获得历史上最大的扭亏为盈，盈余高达220亿澳元。Last year, our responsible economic management delivered the first surplus in 15 years. We now expect another surplus of $9.3 billion this year. 所以在过去的几十年里，矿车啊早已逐渐取代了洋贝，澳大利亚又成为享誉世界的坐在矿车上的国家。你看，地下埋的是全球可开采量最大的真金矿，地上跑的呢是 Merino 羊，身上长的是绿色金矿。澳大利亚这片土地啊，好像天生就属于老天爷赏饭吃，但矿业也有自己的烦恼。采矿业是赚钱，但出口呢严重依赖国际市场，价格波动呢还跟坐山车一样的。你比如远一点，1985至1986年，沙特掀起原油价格战，短短3个月，油价跌了67%，连带煤炭等初级产品价格也下跌了10%到14%。澳大利亚的煤炭行业啊，先是被迫压价出售，熬到1987年，全国100个煤矿中啊，1/5濒临倒闭。往近点看，2021年7月起啊，作为澳大利亚铁矿首要出口国的中国，实施了一系列的限产政策，压制钢铁产量，导致国际铁矿价格直接拦腰砍。关键时刻，老天爷送温暖，2轮拉尼娜降雨啊，让本来干旱的澳大利亚的农牧业连连丰收。再加上俄乌战争啊，推高全球粮价，农牧业出口啊，直接从2020到2021年的610亿澳元，跳升到2022到2023年的860亿澳元，正好可以抵消矿业的冲击，使澳大利亚贸易顺差、联邦预算和农村收入啊免于大幅缩水。表面上看好像是个美丽的意外，但本质啊其实还是农牧业和矿业的相关性低，刚好形成了天然的缓冲。完美。但最近缓冲垫也被扎了个洞，关税来了。今年4月份啊，美国开始新一轮的大动作，对所有进口商品啊加征10%的基准关税。而澳洲作为美国人民的牛肉仓库啊，也不例外，全部农产品通通打包进入征税清单。而澳洲人口呢只有2000多万，70%的农产品啊都靠出口外销，而其中像牛羊肉、菜籽油、小麦啊这些主力选手啊，出口比例啊会更高，达到80%左右。同时啊，澳洲的经济高度依赖资源，光矿产和农产品这2项加起来啊，就占到了出口总额的70%以上。可偏偏中国和美国作为澳洲出口中的重量级金主，在贸易战里啊掐的是不可开交。骑在羊背上的矿业，能否在这场激流涌动中站稳脚跟呢？欢迎大家在评论区互动留言哦。如果喜欢我们的 Club 脑洞派，记得点赞订阅哦。Thank you for coming. See you. Bye bye. City lights going high, people moving, hustle by, beats pumping through my veins, riding on these urban planes.